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好时宜居 All About the Ones。这是温刀俩黑矮不哈，我是黄太。这次要跟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健康的面包，叫做全麦核桃面包。很多人觉得全麦面粉很难掌控，这一次在配方里面，我运用了一个方法，让这个面包非常容易操作，只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，就能让大家做出造型美、口感佳的面包。这次我买的这个全麦面粉是5.29元。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材料和步骤吧。这个面包需要250克全麦面粉，110克高筋面粉，200克的室温水，105克的碾碎核桃，2克的盐，4克的酵母粉，70克的室温水，13克的糖，25克的橄榄油。这个动作目的是要把全麦面粉里面的麸皮软化，建议可以先做，前一天晚上做也没有关系，因为麸皮软化需要1到2个小时。这期间我换了一个比较好使力的刮板，让我们的手不用下去弄得一团糟。等到所有的干粉都看不到了，这时候可以盖上盖子，真的让它也睡一个美容觉吧。准备一个大盆，先把水给加进来，酵母粉搅拌一下，先让酵母粉有时间作用。再来是糖加进来，最后加我们的面粉，把它加进来。高筋面粉的混合不需要特别的均匀啊，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大块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，我揪一团刚刚已经泡过水软化的全麦面包给大家看一看。基本上它不粘手，它的面筋已经生成了，它是可以拉出来一个薄薄的膜啊，这就是我需要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进行材料的混合咯。为了方便，等一下我们揉面的过程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都是不粘手。我把全麦面团揪成小的团子，方便等一下揉面。大家看到这个面其实是很有韧性的啊，都揪成了小小的，方便等一下混合。接下来我把我们的盐放进来咯，还有准备的碎核桃，最后一个橄榄油，均匀的撒在面团上，整理一下刮板。用手把所有的食材做混合，大家别担心，这个面团一点儿都不粘。抓拌到所有的食材混合，核桃也在每一个面团的每一个角落，也确定高筋面粉和全麦面粉做一个彻底的融合。大家如果有直立式的搅拌器，当然也可以用直立式搅拌器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还挺容易的，用手就可以完成了。我经过了4、5分钟，确定没有2个颜色，核桃也能够均匀的在这整个面团里面，这个揉搓的动作就告一个段落。把它整圆，放在搅拌盆里头，盖上帽子，
让它休息1个半小时。面团休息了一段时间，把它给倒出来，也确定面团大概是原来的1.5倍到2倍大的时间啊。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整面做下一步动作的时候了。轻轻的排一排气，基本上这个面不太粘手。分成2份。每一个面团大概是380克左右，翻过来，丑的那面朝上，面团收进来，边边收到中间，希望能成一个圆。再一个。面团的边边往中间收，我希望能够成一个圆。一边压一边转，面团就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圆形。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把面筋给拉撑开来，接下来盖上去，让它休息15分钟左右。好，面团休息了15分钟，进行最后的整面了。往下压，如果觉得有一点粘手，可以拍一点粉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面团还好。翻过来，丑的那一面朝上，4个角拉出来，擀成一个长方形。让长的这边对着自己，卷起来，卷起来，确定每一层的面都压实。两端卷一卷。像是一个橄榄的形状，还是提醒一下，面的接缝处确保是非常的紧密，避免最后发酵的时候会弹开。再做下一个，往下压，丑的那一面往上，4个角拉开来，用擀面棍。排个气，变成一个长方形。这个长方形长的这一面朝着自己，卷面由上往下，用我们的拇指按压，确保卷起来的面皮都可以跟下面的面紧密的做结合。可以把最后的面稍微压扁一点，方便等一下收。用我们2只手的后端搓一搓，变成了一个尖尖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全麦核桃面包。准备一个烤盘，上面铺上烤盘纸，把刚刚整的面团放上来。如果怕面团太干，可以上面抹一点橄榄油。再来，我想做一点造型，在这2团面上面轻轻的撒一点面粉。这层面粉的功能不仅是做装饰，还可以防粘。最后，在面团上面盖上一层保洁膜，让它休息，直到这个面团长大变成了1.5倍。面团大概长了1.5到2倍大，我们准备送入烤箱。
撒上粉，在上面做上一点造型。把面团送到已经预热好的烤箱，需要的温度是华氏420度。如果你的烤箱是摄氏，那就用215度烤20到25分钟。时间到啦，好漂亮的颜色啊！放到台子上面晾凉才能吃哦。面包稍微凉了一点，切开来敲一敲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哎呦，还有烟呢！这是一个比较松软的质地的面包，可是它的壳还是脆脆的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